48支隊裡頭有那麼一支，球迷年年一開賽就唱同一首歌 ，It's coming home， 足球該回家了。這支队是英格蘭，足球这套規矩當年就是英格蘭人定下來的，所以他們管自己叫足球的老家。可家裡那座大力神杯，1966年捧過一回，往後60年再沒摸着第二回。那一年是頭一回，也是唯一一回。偏偏今年这支英格蘭紙面上吓人，凱恩、贝林厄姆、萨卡，一水的頂級球星。開門第一場4-2，還把克羅地亞給復仇了。所以老馬今天就跟你掰着一件事兒，這60年的夢，英格蘭這回到底圓不圓得了？說到底就一個問題，到了最要命那一下，這支隊扛不扛得住？咱挨着唠，先說說那座壓了英格蘭60年的山。1966那年世界杯就在英格蘭自己家門口辦，決賽在倫敦的溫布利球場，對手是西德，踢到加时4-2，英格蘭贏了。队裡有個前鋒叫赫斯特，一個人在那場決賽裡進了3個球。到今天為止，世界杯決賽裡一個人進3個的，就他这一回前无古人。那是英格蘭唯一一次捧起大力神杯，唯一一次。打那以後整整60年，英格兰連一次世界杯決賽都沒再進過。你要想懂英格蘭球迷那股心氣兒，得聽一首歌。90年代有首歌叫《3隻獅子》，3隻獅子是英格蘭隊徽上的圖案。歌裡反反复复就唱一句 It's coming home， 足球要回家了。意思是足球的老家是英格蘭，這冠軍早晚得回到老家來。這首歌從96年唱到現在，唱了快30年。每屆大賽一開打，滿酒吧的人扯着嗓子吼的一句，你品品這個擰巴勁兒，全世界踢球的規矩是你家定的，你管自己叫老家，可這冠軍60年就沒往家門裡來過。這口氣憋了整整60年。那有人就要問了，60年都沒戲，憑啥今年就有人覺得行？因為這套人是真豪華。咱一個一個看，頭一個隊長凱恩，這哥們兒是英格蘭隊史上進球最多的人，沒有之一，一個頂級的射手。可你信不信他在國家隊一個冠軍都沒拿過，俱樂部也是熬到前年去了。德國的拜仁去年才算舉起頭一座像樣的大銀杯，一個進球機器等一座冠軍，等了這麼多年，憋屈。中場看貝林厄姆，皇家马德里的当家中場，今年才22、23，已經是全世界這個位置上最好的之一，能跑能搶還能進球，往那兒一杵就是英格蘭的發動機。邊路是薩卡，阿森納的邊鋒，速度快，1對1能過人，專在邊上給你撕口子。他們身後還蹲着個賴斯，也是阿森納的，幹的是中場掃地機的活。啥叫掃地機啊？就是專門在中场攔截搶斷，把對方剛要發動的進攻提前給你掐死的那個累活。髒活有人幹，前面那幾顆星才敢放開了浪。门將皮克福德，英格蘭的老门神，這都第3屆世界杯了。這人有個絕活，點球大戰特別頂，撲過好幾個要命的點球。你把這套人從門將數到前鋒，博彩公司開的奪冠賠率，英格蘭一直排在最被看好的那幾支裡。紙面是真硬，可牌面這麼硬，英格蘭自己心裡也沒底，心虛到啥程度呢？這回帶隊的主教練請的是個德國人图赫爾，你可能沒啥感覺，但這事兒擱英格蘭人身上五味雜陳。德國是英格蘭幾十年的苦主，70年、90年、96年，一到大賽硬仗撞上德國，英格蘭老輸，尤其點球輸出心理陰影了。現在倒好，足球的老家為了圓這個夢，把帥印交給了那個總贏自己的隔壁高手。這就好比你家孩子回回考不過隔壁，你咬牙把隔壁那娃的家教老師請回自己家來教孩子，拧巴可也是真豁出去了。图赫尔一上来就给所有人来了個下馬威，大名单砍的那叫一個狠，福登、帕爾默、阿諾德、馬奎爾全是英超響當當的大牌，挨個落選。英格蘭媒體直接說，這是1998年以來最炸的一份大名单。他為啥這麼砍？图赫爾的話很直接，我要的是能拼能跑，關鍵時刻能贏球的人。光有名氣，狀態又不在的，對不起，沒位置。話是真硬氣。
可風險也擱這埋着。你把這些有靈氣、能抽冷子、改變一場球的人都劃掉了，萬一哪天踢悶了，門撬不開，板凳上還有没有人能整出點活来？這一刀下去，是福是禍，得场上见。不管咋說，開門這一腳，英格蘭踢得提氣。6月17號，達拉斯首戰克羅地亞，4-2，这場贏對英格蘭是帶着仇的。上届2018年世界杯就是这支克羅地亞，半決賽加時2-1，把英格蘭活活擋在了決賽門外。那場哭紅了多少英格蘭人的眼！8年過去，又碰上了4-2幹回去，這口氣出的解恨。進球的還得數凱恩，一個人梅開二度，進了倆。這倆球還讓他追平了一個老紀錄，世界杯生涯10個球，跟英格蘭的傳奇萊因克爾並列隊史第1。貝林厄姆、拉什福德也各添一個，中間還有段小插曲。凱恩頭一個點球罰丟了，可裁判回看了一眼錄像，克羅地亞門將提前出現了，得重罰。凱恩第2回穩穩打進，進了4個，火力麻的說。可你也別光顧着樂，這場也丟了倆，後防那塊有點漏風。還有個挺有意思的巧合，60年前1966年那場奪冠的決賽，比分也是4-2，是個好兆頭，還是又一回空歡喜。這會兒誰也說不準，贏完克羅地亞，先把3分攥手裡，接下來對加納、對巴拿馬，紙面上英格蘭都占着上風。老馬大膽猜一句，小組出線問題不大。不過話別說太滿，加納這隊身體壯，跑不死，真要在英格蘭身上爆個冷，你也別太吃驚。準不準的，球場上見。真正的硬仗還在淘汰賽那頭等着呢。說到後頭，就得說英格蘭這些年心裡最深的那塊傷了。這些年真正絆住他們的，不在腳下，在腦子裡。一到最後關頭，總差那麼一步。你看這串賬：2018年世界杯4強被克羅地亞淘汰，2020年歐洲杯決賽就在自己家溫布利點球大戰輸給意大利。那場最後罰丟決定勝負那個點球的是薩卡，對，就是現在還在这支隊裡的薩卡，當年才19歲，一腳沒進，背了多大一口鍋。2024年歐洲杯又是決賽，1-2輸給西班牙，連着2屆歐洲杯決賽都輸。英格蘭是足球歷史上的一支幹出這事兒的隊，2回都摸到了門把手，2回都沒能推開那扇門。球迷給這支隊起了個外號叫伴娘，老當伴娘就是當不上新娘，回回風風光光走到婚禮現場，新娘永遠是別人。所以問題就繞回来了，這支英格蘭球員一個比一個值錢，可一到淘汰賽，一到點球大戰，一到最後那一腳定生死的時候，他們這顆心臟扛不扛得住？這才是60年這道坎兒最難的地方。這道坎兒長在心裡，不在腿上。說到這兒，老馬得跟你交個底。前幾天那條誰能真奪冠，我列了5支熱門：法國、西班牙、巴西、葡萄牙、阿根廷。評論區好多人問我，老馬，你咋把英格蘭給拉下了？連阿根廷球迷都說英格蘭這屆有戲。我立他的真不是沒瞧見他強，他牌面年年頂，這我心裡有數。可我剛跟你嘮的這60年，年年到門口就差一步。他也不像法國、巴西那樣，是手裡攥着好幾座冠軍的老牌豪門。壓冠軍，我不敢把寶壓在一支還沒在決賽真正贏過球的隊身上。可話又說回來，這套陣容加上這回簽表不算難，再加上開門這個4-2，老馬也得給自己留個活話。萬一呢？萬一這回他真把那道坎兒給邁過去了，那就是結結實實打我的臉。打了我認啊，那要老馬斗打給你猜個準信兒呢。這屆英格蘭打進8強摸到4強的實力，我信他有。可真要讓我賭他們一路捧杯把這60年的咒给破了，老馬還是得搖頭。除非他們能在淘汰賽的硬仗裡，在點球大戰那一下把這顆心臟給我練硬了，證明給我看。這話擱着，純屬老馬一家之言，做不得準，就圖個賽後跟你对仗。60年的 It's Coming Home 唱到今年還在唱，紙面頂級的陣容，配上一個砍人不眨眼的德國教練，再加上一身沒好利索的舊傷，這就是今年的英格蘭。
圓夢還是又一次心碎，老馬說了不算，得他們自己在場上一腳一腳去回答。那这个問題就交給你了，這屆世界盃，英格蘭圓得了這個夢嗎？你要是英格蘭球迷，你慌不慌？你要是看個熱鬧的，你覺得他們能走到哪一步？評論區把話撂下，賽後咱回來對賬，看誰眼毒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